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日，星期天。有不少网友都给我发邮件说，快发视频吧，美股跌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什么谷歌特斯拉已经都跌到今年年初他们刚买的一些位置了，有的呢甚至后面还加仓追进去的，现在已经是亏钱了那么我呢，一个星期没有更新视频了。这一星期呢，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相机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外面拍摄拍照片就没有怎么样更新视频。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聊一聊美股吧聊一聊美股。首先呢，打开我的账户我的账户呢现在已经是$18,000了那么从上次的视频$17,000又增加了$1,000。那么从2025年的11月开始到现在再过3个月应该也要就快1年了再过4个月就要快1年了那么离$2万这个10倍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距离了。这个月呢，收益呢是在33%那么我想分享的很重要的几个点吧因为有的网友他就问我，他说我也想跟着你做什么什么，我其实可以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些经验呢分享给大家。其实我也不停的有新的一些灵感一些想法有一些学到的东西我都会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首先呢，就是其实目标这个东西不要一下子去定好。就像我在2025年11月的时候，我当时存入$2,000开这个账户，我没有想过就是要一下子变成像今天变成$18,000或者要变成$2万，我当时没有想过。我当时就是看到了那个巴菲特有一个视频，就人家采访他，他说如果资金量不大的话他说我可以每年获得50%的收益是保证。那么同时我也在做这个 YouTuber 嘛，就是录一些视频。那录视频对我来讲，好像我觉得有时候也需要一个题材，因为这个可以不停的把我一些分析的东西去讲。其实我之前也录了很多股票投资的视频，但是呢，可能我在录视频方面并不是高手就我觉得没什么人看，所以呢，我就觉得有一个固定的题材讲挺好的。那么，是否我投入$2,000就可以固定的去跟踪一下我的这个账户的情况？所以一开始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不是我一上来就觉得这个要赚多少钱，明天要赚多少钱，甚至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如果我觉得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呢，你一开始就会很着急的。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开始就不要去给它定一个目标。那到今天，现在$18,000这个结果呢，它有没有超出我的目标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定目标。我有时候觉得好像也挺恍恍惚惚的就你让我重新再这么来一次，可能我不一定做得到，也有可能做到，对吧？但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开始的话，就不要对赚多少钱有一个目标，要对自己的操作的方式什么的要有一个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把钱拿出来就像我这个账户，我1毛钱也没有拿出来，就这个钱就是你投资在里面。当时我就想嘛，反正一个 iPhone 17 Pro 差不多也要$2,000那么我就不买了，我就放一台这个 iPhone 的钱在里面，看看怎么样，对吧？
所以就是所以就是你这个钱如果投入到这个里面了以后，就不要把它拿出来。就像就像那个有人经常问我啊，包括我父母啊或者我太太啊，经常也会问我，他说你投资理财的钱什么时候拿出来去花一点？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很快的，尤其是像我40多岁的人啊，以前我没有觉得，以前我在20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人生好像就没有觉得时间这个概念，反正睡一天醒了，今天这里玩玩，明天那里玩玩。那现在40多岁了，就是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然后到了现在一下子就7月底了，马上就8月份了。你感觉就是你不停的就是花账单啊，就电费账单、生活的账单啊，各种各样的账单，反正就是你一直在不停的花钱。那么复利这个东西就很重要啊，复利就是说，就你在睡觉的时候，像我现在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1个月，我在外面还去拍照片啊什么玩，但是呢，就是有复利这件事情啊，这个投资，它呢在就是为我悄悄的在积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复利，你必须它有一个基数，它的基数越大，比如说你100万美元，你赚10%，它就有10万美元。10万美元，你正常的花销，你别乱花，你也能花1年了。那你现在这个账户里面是18000美元，18000美元，如果我今天拿出来，明天拿出来，它一下子就花完了，那么你后面再积累起来就很慢。所以就是这个2000美元，它投入进去以后，啊，我的理想数字是它到50万美元开始啊，我会考虑拿出来一点点去花。它不到50万美元，我是不会去花的，我就会让它一直在里面去投资。当然我也就是我大的账户，肯定它的目标数字是更高啊，就是它要到比如说100万美元或者200万美元，我才会考虑去拿出来花。当然花也是一个比例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是不是在说废话？你说的这个什么东西？我要听你这个讲股票啊，你给我讲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其实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控制自己。很多人其实很聪明，他也会就是看哪个股会涨，哪个股会跌，会投资，但是他为什么最后没有赚到钱？其实输就是输在这些人性的细节上面啊。很多人会说，其实不是的啊。他说我没有这样啊。但其实每个人，我认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追涨杀跌啊，都不是很理性的，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不一定在这种投资理财上面，比如说他有些人他不投资理财的，但是就像比如说在油管上，那很多人一看啊，这个人他的那个观众很多，他的订阅很多，就认为啊他是个有名的博主，他说的就一定有道理，或者说啊他包装啊什么的，对吧？这个很正常。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的啊，我也会觉得啊某个明星某个什么我好喜欢他，我觉得他很牛逼很厉害，就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到了我这个年龄，我并不会去看这些东西表面的东西，我只看这人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啊，就这个人他讲的东西是否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话，不管他是谁啊，我认可的是道理，并不是认可看他这个人的表面啊。
所以这些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很重要。那么也要牵扯到这个话题了，就是如果我的账户里面有几百万美金，有上千万美金，那么我可能会去买谷歌，或者去买一些什么非常知名的股票。这些特斯拉也好，谷歌也好，我并不是说我不认可这个股票的价值，这公司是好公司，股票也是好股票，没问题。但是这些公司在$1跟$10买的时候，它就是好股票、好公司。现在已经变成$300、$400，甚至更贵的价格，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了啊。所以就是，尤其是我们这种小的账户，想赚到更多的钱，那么就要选择在这些公司还没有成为$100、$200、$300的时候，你发现了它。就像我最近，我就做了这个一个买入啊，我就买入，我呢就选了一只我认为会涨10倍甚至20倍的股票啊。那么现在我先保密啊，大家想一直看下去的可以关注我。那么到这个股票它涨到10倍、20倍的时候，我会录一期视频，我会详细的讲一下为什么在这个节点我会去买它，为什么我看好它能够涨10倍、20倍，为什么我能够拿到10倍、20倍，最后我通过这个股票赚了多少钱，我会毫无保留讲出来啊。那么还有就是啊，我的一个大的股票账户呢，我就买了一些耐克啊，耐克就是那个运动鞋。那为什么就是我要买耐克这个公司呢？因为耐克这个公司呢，首先它的产品、它的品牌性啊，它的这个公司的现金流啊，它的知名度，反正各种情况吧，它都是一个非常无敌厉害的牛逼的公司啊，这一点不容置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股价呢，已经连续下跌了很多年啊。当然了，这个股价下跌有很多的原因，是吧？有的是啊业绩啊，或者说它的增长性啊，或者说周期性。那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认为耐克这家公司本质上并不存在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啊，它是符合价值投资的一个原则的，就是说大家还是要穿鞋子、买运动服嘛。可能这段时间整个的世界经济啊不是特别的很好，那么亚洲的增长，比如说中国的增长不是很好，但那些东西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分析师的这种分析啊，它并不是像那种金融产品的，它的一分析，它就差距好远，是吧？就这个你到后面你要买衣服啊、买运动产品啊什么，你还是会考虑去回过来再去看耐克的啊。所以我觉得，耐克恢复时间的问题啊，还是会随着周期的上涨。我认为还是以现在的价格吧，现在是$40左右吧，最少也有2倍、3倍啊这样的一个增长。当然了，周期可能会有点长，可能是2年到3年啊这样的一个布局啊。当然了，我觉得对于稍微大一点的资金啊，安全性着想的，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啊。这个是我自己的购买啊，我也不是说鼓励大家去买。那么最后我想聊一下，就是说我对这个接下来美股的一些看法吧啊。其实我认为美国经济韧性还是很强的啊，因为各种各样的什么折腾，是吧？这种一会儿俄乌战争没有停，一会儿又是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又开始打了几个月了，然后油价也很高啊。当然了，中东战争这个东西呢，你说对军火公司、对石油公司，是吧？这个其实是
有订单的啊，是有增长的。我在川普第一任还没有啊，是第一任还是第二任啊？我也忘了，应该是第二任竞选还没有上来之前，我当时录了一个视频，我就说，川普上台以后，像波音飞机，像英特尔，像这个石油啊，当时我没谈军火，好像谈了，好像没谈，我忘了。就我说石油这些股票都会上涨。那么现在看下来，确实的啊，当然就是我当时没想过这个中东会打仗啊，就是我不知道会以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我的观点是这些股票会上涨啊。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比如说美国衰落了，美国不行了，美国经济不好了，或者美国明天就要不好了，跟实际上呢美国的经济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啊，我觉得是有差距的。就像美国它的这个股价经过这样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折腾，它的这个整个指数啊，还有大部分的股票其实还是在上涨。就像我的那个账户，它其实也是在增长，对吧？当然了，就是说，我认为长期性来看还是好的，包括就是现在，比如说你在300美元你买了谷歌，或者400美元你买了特斯拉啊，这个可能经过一个更长的周期，你还是能赚回来的啊。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小的账户想去赚更多的钱来讲，这就是时间的问题，对吧？就是说我现在赚5倍10倍啊，可我过了几年我就赚了1倍，这个差距就是很明显的啊。但是我认为长期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个还会该怎么样跌下去，还是会怎么涨回来啊？因为它的经济就真的就是啊，其实是在变好，其实是它比过去来讲经济上来讲是在越来越好啊。至于什么通货膨胀什么这种，我觉得这只是经济的，就像刀的什么双刃啊，对吧？就是它有两面性，就有好的一面，就会有不好的一面。经济过热的这个变好，那么肯定会物价上涨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费用在上涨。那么对于收入相对低的人来讲，就会压力比较大啊，这个也是现实，这个也是事实。但总的来讲嘛，就是我们只说客观事实啊，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关税啊，或者别的什么战争啊，什么手段，总的来讲就是它现在的经济是在变强啊，所以美元也是现在也在继续保持着强势啊。至于美元什么时候会开始降息，这个会不会就是给股市打了更强的这个强心针，让这些股在疯狂的上涨啊？我认为降息之后，股市未必会再疯狂的上涨啊。我认为降息之后有可能就是说到了降息的这一刻，有可能就会有灾难性的这种下跌会来，就像之前的那个新冠的这种时候的这种下跌啊，这个是我们要躲过的啊。但是长期的趋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也不用太担心。我觉得只是说你现在考虑要赚多还是赚少的问题啊，这个你要考虑说你要选择哪些股票去购买。好吧，那么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啊。大家主要想听什么也可以给我留言啊，那么我看到了以后我也会给大家制作，好吗？那就先到这里。